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年会的阳光普照奖是一张彩票。第二天，我彩票中奖3000多万的消息在公司传开。老板说我在年会前就被辞退了，让我归还彩票。HR 说彩票是公司购买，属于公司的财运，劝我交回彩票，拿着老板给的赔偿走人。可中奖的彩票是我自己买的呀！我听劝，拿着公司的高额赔偿，带着中奖彩票走人。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公司的年会有些无趣， HR 化着大浓妆在台上喋喋不休吹捧老板，老板则见缝插针强调公司艰难，确实艰难。抽奖的奖品都是公司滞销的产品，而且这些奖品的费用还要先从工资扣除，等明年春节再发还。若是在中途离职了，就相当于花钱买了公司的垃圾，还得对着老板弯腰说谢谢。这也是为了公司的降本增效，大家肯定能理解。HR 堆着笑捧起抽奖箱，我无比庆幸自己无法参与抽奖，因为我入职未满1年，所以只拿到了阳光普照奖，一张10块钱的彩票。公司100来号人，年会的节目也是一个接一个，有朗诵我爱上班的，也有穿着青蛙服上台的。我一边干饭一边嘎嘎乐，直到组长在台上叫我，那个小丁，你上来。我指了指自己，一脸疑惑，我没有报名表演啊。我们组小征长得帅，唱歌还好听，老板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吧。组长挺着肚子，对着老板笑得一脸油腻。妈的，小时候家族聚会被要求表演，长大了还得采衣于老板。想到网上改编失恋阵线联盟来吐槽老板的歌曲，我接过组长的话筒，开始输出。组长说，你们要努力加班，人事说加薪是不可能，发奖品还扣钱，实在太离谱。幸好我没资格参加，我入职这家公司是因为当时去我们学校招聘的HR漂亮，不过我实习期还没过，那个漂亮HR就被老板娘辞退了，换上了老板娘的表姐。后来就想着拿到年终奖，过完年再离职，结果上周我才从别的老员工那得知，年终奖要等到明年7月份才发。不得不说，老板为了降本增效挖空了心思，所以我准备过完年离职，省得年前离职被家里人念叨。对于这个表演是否会得罪老板，我并不在乎。台下反响热烈，只有老板那桌的中年人脸色不好看。我唱完就回位子继续吃，时间差不多时便开始搜索彩票开奖信息：01、03、27、32、34、01、07。我越看越觉着这串数字熟悉，颤抖着从兜里掏出彩票核对，一个数都不差，老子中奖了！我的动静引起了旁边同事的关注，很快坐得近的同事都知道我彩票中奖的消息。好在我反应快，没人看到彩票上的数字，所以暂时没人知道我中的是1等奖。捏着兜里的彩票，我觉着老板头上的那几根头发都变可爱了。第二天，我带着精心准备的离职申请走进公司，临近上班时间，工位上却没几个人。我往人事部走，才发现大家都聚集在那边。到底是谁中了3000万啊？老子要抱大腿喊爸爸！是不是老板呢？ HR 那里估计有统计吧，谁去问问 HR 啊？我站着听了一会，原来公司附近的彩票站挂出了中奖横幅，而我们公司的阳光普照奖就是在那个彩票站买的。我没吭声，默默回到工位，
财部外露，我还是懂的，只是我没想到，老板来到公司后，竟强制要求大家把昨天拿到的彩票交给 HR。老板也是不想浪费大家时间，所以由我这边统一拿去兑奖，再将中奖的金额发给你们。HR 在每个部门穿梭，收集大家的彩票。当然，也有人根本没在意那张小小的彩票，随手扔了，亦或是年会上喝醉的，早不知道落在何处。所以最终有5个人没交彩票，其中有我妈根本不想交。下午，我们5人就被一个个叫到了老板办公室，其他人被沟通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我进门就被甩了一沓纸。小丁，这是你的年度考核报告，你自己看一下。入职不到1年，你就给公司造成这么多损失，你能力太差了。哦，原来是想辞退我呀。老板只说了那一句话，接着就黑着脸坐在位置上。HR 则细细分析我给公司造成的每一笔损失，以及应该如何赔偿。总结下来，我需要补偿公司63000元的损失，这还是老板仁慈少收了。我轻咳了一声，决定走坦诚路线。老板，我没钱，但我过几天就有钱了，你们可以缓几天吗？ HR 和老板对看了一眼，让我先出去等通知。1个下午的时间，没交彩票的人都陆续接到了辞退通知书，其他4人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记得其中还有一个孕妇。而我还没等到 HR 的通知，先等来了道喜的同事们。丁哥，以后多多照顾啊，富贵丁，莫相忘。我问了几人，他们都是听 HR 透露的。HR 说，业务部一组小丁的阳光普照彩票中了3000多万，他连招聘软件上都宣传了，说咱们公司风水好，来咱公司上班能中彩票大奖。对面同事的话让我意识到，这是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撕了离职申请，等待抠门老板出招。果然在临近下班时， HR 趾高气扬地来找我了。小丁啊，有个通知忘记给你了。 HR 站在我座位前，眼神里满是贪婪。我前段时间忙着准备年会，忘记把辞退通知给你了，抱歉啊。我看向 HR 手中的文件右下角写着上周的日期，所以你的那张彩票属于公司财产，麻烦交回哈。这明目张胆的抢，真妙啊！不得不说，我得感谢老板娘把她表姐推上了这位置。这公司是从小作坊做起来的，老板运气好，踩到了风口，而且老板没多少文化，坚信那3-5千的工资可以买员工的命。这位表姐车儿更是半吊子，对劳动法的理解全靠临时百度，辞退通知估计都是在网上拼凑出来的。我抱着双臂斜靠在椅背上，笑吟吟望向 HR。 第一，辞退也是需要给赔偿的，这是在解除合法情况下。第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要给我2N+1的赔偿的。第三，发彩票时还没有解除劳动合同哟，所以彩票是我的，我有处置权。 HR 大概是百度好了才找我的，他低头在手机上扒拉。你在职期间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害，根据劳动法第39条，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些损失在老板办公室时都已经和你聊过。我打开电脑桌面的文件夹，将我参与的几个项目结案报告一一打开。我入职以来参与过的项目，每个毛利润都在45%以上，达到公司最高考核等级。不知道你那份资料是根据什么做的呢？ HR 面色变了。你哪来的数据？这是项目部长才有权限查看的，你偷窃公司机密。我掏了掏耳朵，
他声音也太难听了。首先，这资料是组长交给我，让我做结案报告的。至于组长是怎么拿到的，你可以去问问项目部长。感谢公司领导们层层外包的工作习惯，让我能掌握这么直接的证据。这次的职场判官由我来做。HR 将辞退通知扔在我桌上，有些损失是你这个层面了解不到的，收拾一下手头的东西吧。还有彩票，下班前找给我。我将辞退通知中的3个错别字挑出，又递给 HR。我不接受，麻烦你将我造成损失的证据列出来。HR 瞪大了眼睛，脸上的那层粉都要气掉了。小丁，你这样的行事根本适应不了社会，等着被社会扇巴掌吧。我笑了，年轻人不适应社会，年轻人改变社会。HR 带着那张3个错别字的辞退通知，气哼哼离开了。一直做鹌鹑状的组长沉着脸过来，你刚才怎么能说资料是我给你的呢？我伸手指了指电脑桌面，那这个年度结案报告我不做了。组长的脸瞬间涨红。小丁啊，你还年轻，大概不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我惋惜地看向组长，组长，这句话用在这里并不合适。你可能离开学校太久了，所以把知识丢干净了。气氛有些不对，周围看热闹的同事都缩着脑袋，假装忙碌。就在我以为组长会像以前一样破口大骂时，他竟笑了。这中了大奖就是不一样，说话都比之前硬气。共事这么久，你中这么大的奖，不该请大家吃一顿吗？组长摇着头，果然还是年轻，不懂事，爱拍马屁的刘姐立马出声，就是说3000多万呢，还是在公司年会中的。要是我，肯定请大家去高档饭店搓一顿，再给每个人安排一份伴手礼。啥？伴手礼？我看了一眼小组里的其他人，除了2位低着头的看不清表情，其他人都是赞同的神色。小丁啊，咱们平时对你多好啊，你入职就在我们组。刘姐继续输出，你那会刚毕业，啥都不懂，都是我们一点点教的，一群老油条都把我当牛马，还好意思说叫我东西了，见我还不表态。刘姐表情阴沉，年会时是我给你留的位置，要是你坐别桌了，中奖的可就不是你了。其他同事似乎都有这样的想法，大概都觉得自己与大奖擦肩而过吧。我这下是真忍不住笑了。刘姐，那你说中奖的该是谁？你吗？还有，我记得你家是开超市的，这马上过年了，大家共事一场，你送些礼盒给我们带回家吧。刘姐霍地站了起来。凭什么？我转了转椅子，凭你坐在乐山那个位置上了。普度众生是你的本职工作。刘姐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伸手指着我就要发火。组长及时站起来，别吵吵了，都是一个组的。小丁，你跟我来会客室。组长开口，我就知道他没憋好屁。果然，这厮一进会议室就开始了。小丁啊，我们也都是从年轻气盛过来的，大家也是在教你社会的人情世故。但是啊，你这样因为中了奖就对这个对那个，实在让我们寒心啊。我盯着他倒扣在桌面的手机。所以呢，组长抬手抚了抚脑袋上的几根头发，胳膊拧不过大腿。人要学会走一步看10步，别赔了夫人又折兵。我皱眉，组长，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组长起身拉住我，你别急，我有内部消息，老板准备起诉你了。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想整顿职场，但你相信我，你承担不了老板的怒火的。你服个软，把彩票还给公司，我帮你跟老板求个情。现在工作也不好找，
我也不忍心看你这样错下去。我轻叹口气，组长，你还是先帮自己求情吧。项目部长好像被叫到老板办公室了。虽然底层干活，领导喝茶是公司常态，但你俩的行为让老板辞退我的理由不好成立，所以先承担老板怒火的大概是你。我收拾东西下班的时候，组长还没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第二天才知道，昨天老板和组长、项目部长还有 HR 很晚才从公司离开。现在的年轻人哦，占着公司的财运，还厚脸皮来上班。刘姐阴阳怪气和别的同事聊天，组长和部长老板他们昨晚聚餐了呢，估计有人要倒霉了。我翻了个白眼，没理会他们的酸话。小丁来了呀，HR 找你呢，你快点过去吧。组长笑容轻松，似乎昨天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猜测他们估计又商量出新的辞退方案了。可当 HR 将新的辞退通知放到我面前时，我憋了许久都没憋住，噗嗤笑了出来。我发现不仅辞退日期仍旧是年会前，还特意标明不予赔偿。不是，我什么时候违反公司明文规定了？违反了哪一条？我指着辞退通知上的理由问 HR， 他阴沉着脸，从手边的文件夹中抽出一份员工考勤规定。考勤规定的第38条，员工月度迟到超过5次，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予赔偿。这个规定我第一次看到，右下角是去年的日期，可这新鲜的印章甚至还有点沾手。我哪个月迟到了5次以上？坐在 HR 对面，我满腹疑惑。昨天他们几人开会到那么晚，就商量出这么一份辞退方案。HR 自信满满拿出上个月的考勤表，指着我连续5天缺卡记录，上个月连续5天迟到缺卡，麻烦今天完成交接，并归还年会上的彩票。我想起来，上个月公司考勤机坏了1周，就让大家在钉钉小组群里互相监督到公司时间。我低头扒拉手机，果然已经被移除钉钉了。那周不止我一个人有缺卡记录，考勤机坏了，你不知道。HR 笑了，跟你说个掏心窝的话，社会就是这样，很多事情领导层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皱眉，你这心窝子可真黑，那就劳动仲裁吧。我在 HR 面前扮演一个愤怒青年，叫嚣着要整顿职场。我入职半年，公司才给交社保，也没有按照工资缴纳。我指着手机上的截图，我早就将所有记录都截图保存了。HR 神情有点慌乱，但很快他就稳了下来。辞退通知你已经看到了，今天把彩票还回来的话，这2天的工资我可以帮你申请结算。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如果我是你，不会给辞退通知又不给补偿的。HR 双手抱臂，小丁，你才工作多久？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拿起辞退通知，你说的对，感谢你给了我一份有力的证据。坐回位置，我发现桌面干净的过分，电脑没了，工作文件夹没了，连签字笔都没了。抱歉啊，组长让我接手你的工作，我也没办法。旁边的同事小声和我说话，想到还没做完的结案报告，我笑着摇了摇头，没事，不是哥替公司说话，主要之前也有人和公司硬杠，但都灰溜溜走了。同事见我没说什么，便开始劝我。组长和刘姐不知去了哪里，小组里的同事都凑了过来。你刚才不在，我听组长和刘姐说他有个亲戚是律师，很厉害，还说部长有熟人在那个部门，你劳动仲裁也不会拿到钱的。对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该低头时要低头。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劝我把彩票交给公司，还说那个怀孕的员工也没拿到1分钱赔偿。他们说老板行事彪悍，让我别惹为妙。小丁啊，你别太天真，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虽然这些同事劝我的话里没多少真心，但他们估计也怕我真的被辞退，因为这个网络营销组没我得散。我是作为新媒体策划被招进来的。入职后，我发现组里的同事对于新媒体投放、博主带货等事情一窍不通。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网络营销组里除了我都是关系户，组长是从生产线调来的，连扣是啥都不知道，却整日张口闭口 CPM。 剩下的刘姐他们都和这个公司里的某些领导有着沾亲带故的关系。总而言之，我作为一个新人，不仅负责各个平台账号更新维护，还要教这群老员工如何寻找优质带货博主。之前是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挑战，而且我经手的产品投放项目都进展不错，所以组长压榨、同事抱团我都没在意。但这群老油条摸鱼太久，肯定不想我这个牛马离开。不过组长大概不这么想，可能是我熬夜做的 PPT 让他被领导夸赞多次，他飘了。小丁啊，去下一家公司可别这么冲动，还有平时行事别太张扬。我们这些人比较包容，别的公司就不一定了。人呐，还是得知道自己的斤两。就那些个策划方案，那个什么该随便一写都比你的好啊。组长努力露出慈祥的笑容，刘杰也站在一旁不住点头。我对着光秃秃的桌面拍了张照片，没什么说的，祝你们成功。 HR 在准备起诉你了，彩票还是快点还给公司吧。刘杰表情轻蔑，那张彩票本来就是公司的钱购买的，中奖或者不中奖都属于公司财产，我劝你早点还回来。组长也和刘姐配合，若是被公司告上法庭，偷窃公司财产，留下案底，那你这一辈子的职业生涯都毁掉了。组长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丁啊，不要因为一时贪欲而毁了自己一辈子。我和组长说，我需要考虑一下。他笑得有些意味深长，我懂，3000多万确实需要考虑一下。老板要硬夺我的彩票，而同事们呢，同处一个阶层的身边人突然暴富，自然会羡慕嫉妒，甚至希望我失去彩票。我要搅浑这里的水，辞退赔偿和彩票我都要。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助力便是网络。我在某音和某书平台都注册了账号，将今天的一些记录进行简单剪辑后，我发布了第一个视频，主题是年会彩票中3000万后，我被公司辞退了。视频全程对着我自己的脸，简单变了个声，加个卡通头特效后，我便将视频发出了。大概是彩票中奖本身的热度，加上年会被辞退这俩热点话题，我的视频爆了。HR 2次辞退，加上要回彩票，公司的骚操作被网友大肆吐槽。热评是，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博主能不能更支棱一点？感谢 HR 的宣传，年会中彩票这事已经在网上有了一定热度，所以很快有网友扒出了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我知道这公司，我一朋友离职时被扣了3年的年终福利费用。对，我们本地出名的抠门公司，福利都是发公司卖不掉的临期产品，离职还要按原价扣钱。之前买过产品，老旧的包装，老旧的质量，还不便宜。这公司是靠从员工身上薅羊毛活下来的吧？我猜。
下班前，大数据应该就会让我的同事们刷到这条视频。果然，距离下班还有半小时。HR 一脸怒气冲到我的位置，快点将视频删了！你这属于毁坏公司形象，侵犯我的隐私，不然公司将起诉你。我举起手机，我只是记录自己被辞退的过程，一没透露公司名称，二没暴露你。你起诉我什么？ HR 拟了半天，转头走了。很快，我又一次被叫到老板办公室。老板坐在椅子上 ，HR 红着眼站在旁边。小丁啊，对辞退有异议可以沟通，没必要闹到网上去。老板语气和蔼，像看不懂事的小辈。你们年轻人啊，有点事宁愿和网上陌生人分享，也不跟身边的人说一说。我笑了笑，老板，我这不是被辞退了吗？就想做个博主，记录下生活。我知道你被辞退肯定有情绪，这个事情我也批评 HR 了，安抚工作没做好。老板转头看了一眼 HR， 接着说道：这样，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说说。我没什么好说的，一切按照劳动法来就可以。我摊了摊手。老板笑了，和 HR 对视一眼，好像在嘲笑我的天真。可以给你1个月薪资作为赔偿，前提是你把视频删了，也不许在网上污蔑公司。HR 适时递了一份文件给我，这是协商解除合同协议，没意义的话签一下，我们走离职流程。还没协商就搞好了协议，我猜这薄薄的4页纸中藏着他们想要彩票的心思。果然，翻看协议后，在第3页下方看到了商定离职日期为2024年1月29日，离职日期后我领取的公司福利均需归还。好好一个违法辞退，硬是被他们整成协商离职了。我不同意这个协议上的赔偿方案。放下协议后，我直接表态，老板不再伪装和善，直接拍了桌子，给你台阶就好好下去，之后可就没这样好的台阶了。HR 也凑了过来，都已经赔你1个月工资了，你还想怎么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彩票是公司的钱买的，谁买的属于谁，这个你不会不懂吧？HR 双手抱臂在我身旁晃悠，老板发善心赔你1个月工资，你要是再闹，鸡飞蛋打。老板沉着脸，那就还是辞退吧，明天不用来了，彩票下班前交过来。我看着这2人的嘴脸，脑子里只有俩字：夯货。没再理会，我直接回了位置，做到下班时间打卡走人。第2天，我没有去公司，带着从 HR 那拿到的辞退通知，还有我的考勤记录截图，去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劳动仲裁申请。虽然 HR 将我移除了，但钱真的可以办很多事。我给小组里的一个试用半年还没转正的同事发了个红包，他便将缺卡的那5日小组群内监督打卡的记录截图发我了，甚至还贴心地将打卡视频都发给了我。去提交仲裁申请的时候，我举着手机拍摄记录。当晚，我发布了第2条视频，标题是“彩票兑奖倒计时57天，劳动仲裁走起”。评论区很多人说我天真，劳动仲裁时间久，一般人耗不起。但我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仲裁成功，我想要的只是调解环节。再说，着急的可不是我，毕竟彩票在我手里。视频发出去半天不到，就有一些新闻号联系我转载，还有小组里那个拿走我电脑的同事，一直锲而不舍地给我发信息、打电话。部长跟组长要年度结案报告，明天的总结会要汇报。小组几人凑一起搞了快1天时间，连一些基本的数据都没搞出来，晾了1天。
我才接了电话。小丁啊，这个点击率在哪看呢？还有转化率、成本趋势怎么分析？电话一接通，对面就传来几个同事的询问。我轻咳一声，组长在旁边吗？小丁啊，这个年度结案报告是年会前我就交给你的工作，你应该完成再走的。不得不说，组长这领导的长衫是脱不掉了。我一声没吭，直接挂了电话。这个总结会很关键，小组是否能存在，就看老板对各项数据满不满意了。作为传统企业，我们这个网络营销组是今年刚组建的。总的来说，这一年小组的成本与营销带来的利润是持平的。前期创建账号、寻找合作带货博主、投放广告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第一年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可观了，基础打好，明年只会越来越好。但老板对新媒体了解不多，他看问题很直接，就是赚不赚钱，赚多少。我本来的打算是将网络营销带来的实际利润和隐形深远影响重点分析，但我听刚刚电话中他们的问题，就知道他们用了我电脑上的一个 PPT 模板，那个模板是我随手下载的，更倾向于成本分析，所以祝他们成功吧。我没空搭理组长他们，因为我正忙着与之前的乙方联系，有广告公司，也有一些博主都主动询问了我被辞退的事情。这些乙方平时都是和我联系，因为组长他们总是端着甲方的架子，时间久了，他们都更喜欢平等沟通的我。合作最多的广告公司挖我，说薪资是我之前的3倍，还让我带团队。博主们则表示不会再带公司的货品了。我拒绝了广告公司，中了3000多万，我不着急找下个搬砖工地。至于博主们，我建议他们不要和钱过不去，可以试着涨价吗？之前的合作价都是我软磨硬泡谈下来的，凭什么便宜组长他们？彩票兑奖倒计时50天的时候， HR 联系了我，说已经起诉我了，要是我不想留案底，就在调解时把彩票交回来。我没理会他，老板他们还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但从他们想要抢我彩票开始，主动权就在我手里了。彩票兑奖倒计时48天，组长找我，让我帮忙和之前的博主沟通一下。那些个流量好的博主趁着2月全涨价了，整个成本翻倍，我申请不下来资金。小丁啊，过去我对你也挺照顾的，对你来说也就是动动嘴的事情。前2天组里有同事和我说，部长和组长在总结会上被老板骂了，2月份成本要是再增加，项目小组就得解散了。都这样了，组长还是学不会求人，我被辞退了，不想帮你。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很快，组长带着刘姐出现在我家楼下。小丁啊，辞退是公司的决定，我当时帮你说话了，但我官小，说话没分量。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广告公司和博主都涨价了，这样下去，咱们小组就散了呀。刘姐在旁边低声下气，求你帮帮我们吧，因为你在网上发的视频，很多网友扒出了公司地址，恶意在网上购买产品又退货，整个营销部都受影响了。老板发了很大的火，我慢慢笑了起来。虽然不赞成这样的行为，但公司产品确实一般，退货率高也正常。组长和刘姐见我无动于衷，竟跪了下来，说我也不缺钱，让我别为难他们，我没那么大的能力，所以别道德绑架我了。我盯着刘姐一直竖着的手机，还有，如果你们打算发视频，用弱者的身份获取同情的话，我建议你别对着我拍，这个角度拍得我不够帅气。网络的力量
可不是谁都能用得好的。就像被辞退的那个孕妇，前几天找了我，说自己在网上发视频，没人关注，可她已经被 HR 哄着签了离职申请，还在离职证明上签了字。在这样的证据面前，她的劳动仲裁之路很难成功。彩票兑换倒计时46天 ，HR 约我吃饭，和老板一起。我明白这事就快结束了。我的视频下，很多网友现身说法，教我如何维权，还有律师普法，说明这种情况，彩票归属权在我。我想，老板他们一定看到了这些。我带着拍摄设备赴约，一进包厢，就看见老板和项目部长正在说话，组长一脸尴尬站在一旁。HR 红着眼招呼我：“小丁来了，快入座。”老板也笑呵呵的，还真做起那什么博主了呀。我点头，询问能不能拍，老板竟然同意了。拍吧，正好澄清一下辞退这事情。老板将第一次辞退我描述成了乌龙事件，说自己是被 HR 提交的考核结果误导了。HR 红着眼和我道歉：“对不起，是我考核统计的失误，导致你出现在辞退名单上。怎么会失误呢？绩效考核部长和组长应该都会复核吧？还有啊 ，HR 考核的数据也都是组长他们提供的吧？所以到底是谁的错误导致我被辞退呀？问清楚这些，我才好在网上澄清啊！我也不想公司被网友误解。”我坐在老板对面，笑着问出这些问题。看着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黑， HR 倒是神色轻松起来。数据是由部长提供，考核结果是需要各层领导复核的。组长站了起来，支支吾吾解释自己过于相信 HR 的工作能力，所以没有认真复核考核结果。项目部长说给 HR 的数据是组长发给他的，上个月有几个项目延期，月末那会我手头事情多，就让组长帮忙统计数据，没想到就出了纰漏。组长、部长、HR 三人互相扯皮，推卸责任。老板看了一眼我面前的手机，低声呵斥：“好了。”接着转头面向我：“小丁啊，第一次辞退确实是公司层面的问题，这个我向你道歉。”老板又让部长他们三人喝酒道歉，随后将话题转到了我的劳动仲裁上。老板笑容满面，和我分析劳动仲裁的难度，还让 HR 说说公司曾经处理过的仲裁事件。我很欣赏你这样敢说敢干的年轻人，所以想针对你被辞退这事给你补偿。HR 适时拿出公司考勤记录和规定。小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据。第二次辞退你这事，我们合情合法，但老板看重你的才能，不愿让你走入死胡同，所以给你3个月工资作为补偿。组长坐在我旁边，小声凑过来：“小丁啊，这补偿很多了，快点答应吧，再给老板和部长敬3杯酒赔罪。”我没理会组长的逼逼叨。首先，2N+1是我应得的。其次，我的诉求还有半年未交的社保，以及未按实际薪资缴纳社保这块。最后，2次辞退对我的精神和名誉都造成了影响，需要赔偿。老板脸色变了又变， HR 则翻了个白眼，似乎在嘲笑我的自不量力。小丁，你是初生毛犊不怕虎，法律这个武器可不是谁都举得起来的。部长开口说道。我笑了，可我有中了3000多万的彩票哎，而且这件事情网络上关注的人很多，相信舆论的压力也会影响法律的速度吧。老板思索了一会，赔偿你5万块钱，你将彩票交给公司，我们撤诉，你撤回劳动仲裁。我点头，现在转账8万，我明天给你阳光普照奖。
HR 见我突然同意还彩票，便凑在老板旁边小声说了几句：“等庭前调解时再赔你。”一手交钱，一手交彩票。饭局结束，我状似无意提起彩票兑奖期限是开奖后60日内。听说咱这边劳动仲裁要等好久呢。说完，我看到部长若有所思的表情，低头笑了。既然你们有关系，有人能打点，那就好好努力一下吧。距离彩票兑奖40天时，我收到了调解通知，老板带着HR一起来的。我捏着一个信封，里面放着年会上的那张彩票。有了之前的饭局打底，调解进行很顺利。在工作人员出具调解书时，我强调了是年会上作为阳光普照奖的那张彩票。老板皱了皱眉，似乎想说什么，但工作人员效率贼高，迅速将调解书盖章递给我们。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老板给我转了8万块，我也将信封递给老板。HR 拿出手机百度彩票中奖数字，不对，这张只中了5块钱，他给的不是那张彩票。我起身准备离开，是或者不是，你核对一下购买时间，再和别的同事的彩票对比一下，就能知道这是不是阳光普照奖其中的一张。老板想拦我，但我年轻，跑得快。第2天，我发布了彩票系列的最后一个视频，标题：调解成功，兑奖去啦。视频记录了调解的过程，也解释了中奖的彩票是我在年会那天上班前买的。公司发的阳光普照奖只中了5块钱，没想到啊，这哥们拿到了赔偿，还耍了猴，3000多万月薪3500元的我，不吃不喝700多年才能赚到。哥哥，范，求，接下来更新暴富后的生活，好吗？网上热度很高，但我明白等热度一过，就没多少人关注这事了。所以之前我做了2手准备，若是老板真的要硬杠，那我所提供的证据也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好在这儿爱上网，所以能看到网友的评论，开始着急，我才能这么快拿到赔偿，还顺利兑了奖。在我忙着回复网友们的热情评论时，之前给我发考勤截图的同事又联系了我。他说组长被开除了， HR 也被换掉，部长直接被安排到车间干活，网络营销小组解散，同事们都被安排转岗到最苦最累的车间，大家都被逼着离职了。这个结果其实我有预料到，毕竟我这个牛马离职了，一群摸鱼老油条根本撑不了多久。而老板在年度报告上看到那些个支出成本，再加上2月的投放成本还要翻倍，抠门老板自然不会再保留这个网络营销小组。同事说我厉害，溜了老板一圈，还把领导都拉下来了。我给同事发了个红包后，让他以后不用跟我说公司的事情，事情已经结束，我也不想再关注他们。未来很长，3000万挺多，我要好好规划一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